好的好的。直面灾难是云南省森林消防总队最常做的事儿。那个有一个是秧田，那边是个秧田。甩尾巴那个，他是趴在地上吗？对。哎，你看你看，起不来，感觉这群硬汉怎么也想不到，有一天会在执行任务的时候被一群大象萌化。或许这将成为他们职业生涯中最温柔的一次体验。哦，在一起了吗？截至6号，祝融号火星车行驶里程已突破800米，正在穿越复杂地形地带。云南北移亚洲象群仍在玉溪市沅江县甘庄街道附近林地内活动，身体状况良好。第一次遇到这种特殊的任务。朝南偏西的这个趋势，它是斜着走，因为它的那个山了嘛，山比较陡嘛，它不可能。进那个地里面就麻烦了。日夜兼程的追象之旅，兄弟们都成了野生的大象追踪专家。因为其他我们的任务有指定的对象，或者是指定的环境，指定的地方，但是这一次大象随时在动，随时在跑，它的环境在变，气候在变，各种恶劣的条件在变。我们都面对的都是新的挑战。最难的是一天无测，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那种，没有船没有寨的那种，哎呀，对我们是太难了。尽管人象相遇的紧张令人难忘，但看着这些可爱的巨大生物，兄弟们还是会被打动。尤其是当象群们展现出家族温情时。还记得大胖和小胖吗？他俩都是在旅途中出生的。大象妈妈历经22个月的怀胎，才能迎来一个幼崽，再加上雌象繁育间隔都在5年以上，所以象宝宝一出生就受到家族最高级别的关注。没有一起打打闹闹、玩过泥巴的，那肯定不是好兄弟。他每天就是5点左右就慢慢的下山，排成一字队形，7点8点左右就开始在觅食了。他下山非常慢，他整个过程都是走走停停玩一下，走走停停玩一下，这就像住酒店。住酒店。学会和泥巴相处，也是小象成长的必修课。大象缺乏汗腺，泥巴能帮助降温，还能像防晒霜一样保护皮肤不被晒伤。熊孩子睡了，当妈的还得继续操心，又是摘树枝驱蚊，又是冻耳的扇风，一刻也闲不下来。是的，大象也怕蚊子。有一天早上，那个小象在那个大象身上爬过去爬过来的，那姑娘小时候也是，睡觉不安稳，时不时就都爬过去爬过来的。目前呢，象群在玉溪市新平县桂山街道亚泥河一带活动，距离红塔区最近32.6公里，距红河州石亭县最近13.2公里。其实我还是对家里面有挺想念的，因为看到那些小象，还是会想。太雾了，主要是。你得试试你的小心嘞！我跟你说，这个山上有高压线啊。一路逛吃，转眼间小短臂家族即将离开玉溪，这意味着玉溪市很多追象人的任务也要结束了。云南北移象群总体向东北小范围迂回移动3.4公里，持续在红河州石屏县龙武镇附近林地活动。国家林草局最新发布，随着生态保护力度加强，我国藏羚羊数量已增至约30万只，保护级别从濒危物种降级为近危物种。厉害，我就没有你那么厉害了，一下就搞那么多起来，啊，是不是很舒服啊？这个搞上去蚊子也不咬你了。你看血茄啊，你不吃我吃。05年的时候，我认识了冉冉。那么我第一眼看到他的时候，我心里面是很忐忑的，因为在之前我没有接触过伤势这么严重的大象。在整个治疗的过程中，因为他是不配合的，因为他不理解我们人的这些个行为。当然，在这个期间呢，其实也有专家
提出来让他安乐死，但是我们没有这么去做，因为我们没有处置他的权利，我们只有救助他的义务。然后最后经过大家的共同的努力呢，终于让冉冉伤势得以康复。有一次在山上去进行这个适应性生存训练的过程中，因为雨季很湿滑，那么在这个下坡的过程中，我们俩是并排行走的，然后我就踩滑了，嘣一下子摔下去，大象就是冉冉本能的发出尖叫，哇呜叫了一声之后，因为也吓到他了，同时他往前迈了一步，把那个就是头部啊，往下一顶，然后鼻子压在地上，我在滑下来的这个过程中呢，刚好就蹬在了他的鼻子的这个部位，就是额头这个部位，一下子就停住了。但是我起来之后就抱着他的鼻子在那里半天没说话。你好，我们是昨天刚到以后。7月9号这一天是无人机小组的轮休。可以，反正就是，这里高压线比较多，叫弟兄们注意一下这个高压线高度啊，尽量就是高一点都可以，不要飞太低，飞太低，因为山的那边还有高山，它的高压线可能更高一些，可能都是这样上去的。让他们什么定高吧。那你们辛苦。走了，我们还有阿美，拜拜。好，谢谢了，那就。好了，说定下次就见了。电话联系。那就走喽。去上课再商量了。有一次就是我们在那个亚宁后面拍的时候，我发现他好像是在跟我们打招呼的那种感觉，真的。因为他那种如果说警戒，就是那种意识到有危险来的，他这种状态是不一样的。对，他这鼻子现在扬起来又下，就扬起来又拿去，很少的。我们都没发现这个情况，就是那天，我就感觉他一直在跟我们打招呼那种感觉。虽说不在工作现场了，可李科长还是习惯性的惦记大象。大家对象群真切的关爱，已经超越了追象任务本身。再来关注云南象群的最新情况。记者云南西双版纳有关部门介绍，今天象群进入到了云南红河州石屏县境内。截至今天上午呢，象群在石屏县境内移动了7公里。目前，象群在红河州石屏县五龙镇老熊尖山西侧小。这种关爱也以云南为中心，翻越山海，跨越国籍，席卷全球。因为大象随时在这个公路上，公路上你不可能随时都有电。也亏电力部门给我们及时或者24小时给我们发电，先不改嘛，然后这个成绩，所以就这个整个大象这个北移这个活动，其实是很多部门这种的协调的。这一场史诗般的迁移，我们记录的仅仅是一小部分，在这背后还有更多不计成本、默默无闻的付出。发电机经常发起就完了嘛。要进来村子里边就要提前做。后面要停了，快递后面要停了，搞要。把它停了，然后给它进来村子里。不能一单。要不然它有些那个电杆会被它拱倒掉，然后有些线路比较就是说矮一点的嘛，对它不安全。河南近日遭遇极端强降雨，国家防总20日启动防汛3级应急响应，并派工作组赴河南。23号晚，第32届夏季奥运会开幕式在日本东京举行。所以到最后，媒体问我们一个问题，就是说这次监测活动当中有什么遗憾吗？我说有啊。我们的遗憾是，就是说我们的管辖区是在玉溪，就是刚好我们当天不当班嘛，我们没有亲自把他们送出去，对，说声再见。对，说个意义上的再见，这是个意义上，对。任务会结束，大象会离开，但生活不会。要跑，那你走到大队，走到大对面那边跑的话，这娃子有。我今天去导购，一直忘了，狗吃都认不到了。下面湖边也可惜太晚了，本来打了油，大部分进的吃都闹到窗户了，哎呦，他吃我给他吃的。
可不是人人都像阿婆这样乐观。过去大象频繁进入村庄，破坏耕地。一头成年大象一天就能吃100多公斤食物，这可不是普通耕地能承受得了的。为了解决大象的食物问题，保护者们给大象建了食源基地，俗称大象食堂。这里远离村镇，种着大象爱吃的植物。人们一开始种的是甘蔗、玉米，后来发现这些作物对恢复生态没有作用，而且大象吃完了就不再长了。现在人们改种野芭蕉、构树、粽叶芦等原生植物，而且先让植物长2、3年，再开放给大象吃，这样植物足够壮，被大象啃过还能缓过劲儿来，继续生长。食堂还引来了野猪、水鹿这些动物，成为了森林生灵们共同的食堂。大象虽然走了，但渣土车还在原地待命，因为不知道大象是否会返回，从而发生意外。钥匙啊，我这里有嘛，我拿了准备再整2套，整到头。是这吗？叫做109。好，你走了，你再不来了？对。啊？让他回家了，让他把东西交接一下，拿些装备。非常巧合，大象离开的这一天，消防队员晏其勇赶上了自己退伍的日子。任务与职业生涯同时结束，晏其勇一时有些不知所措，就像一头闯入人间的象。就相当于说，我现在要出去，那就基本上没什么方向可言。现在，就像我们那些大象，它也不知道去哪里吧，应该，它就是找到一个适合它们嬉戏的地方吧。好，紧，好。悲伤的情绪还没收场，无人机小组迎来了新的任务。好，等我到前面下来找你们，我们可能也要求个比5个了。告别护象的工作人员，我们的拍摄行程也到此结束。小短鼻家族的旅行还在继续，大胖和小胖又长大了些，他们在家族的保护下，学会了翻山越岭，学会了寻水觅食，也许还前所未有的学会了如何和人类相处。将来他们也会把这一切教会给自己心爱的小象。8号，云南北宜亚洲象群14头大象已跨过沅江，平安回归适宜栖息地。做这个行业的话，也是可能受我父亲影响比较多，因为我父亲他也是一个林业工作者。你有没有担心你现在这个工作？担心过，以前没孩子的时候不担心，在那个时候我们就是第一线了，哪里危险就有我们，根本从来没想过什么受伤了怎么样，根本就没有过这样的一种想法。但突然有孩子了，一下子人就感觉变胆小了，害怕。如果说是我哪一天像我这个同学那个同事一样被象踩死了，那我孩子怎么办？你怕不怕爸爸被大象伤害？怕。那你怕不怕大象？不怕。你将来想像爸爸一样吗？想。你想让您的儿子将来做什么？我倒是有想法，但是不知道小孩以后到底要怎么发展。因为我们这个西双版纳，也就是我们这唯一的一片绿洲了。如果再不把这些保护好，我们的后代就对这些东西只能说是在图片上看。您不担心您的孩子将来做这行遇到危险？不担心，可能这也像我父亲不担心我一样嘛。大象为什么北移？是栖息地食物不足吗？是栖息地被破坏吗？是象群首领受到刺激了吗？真正原因，除非采访这群大象，否则我们可能永远无法知道。无论如何，我们已然见证了一次重要事件，
中国陆地上最大的动物，借此次迁移提醒我们，重视自然法则，莫忘众生归处。龙老师，外面那么多媒体造谣咱们这个地方，你会生气吗？会，但是因为这件事也提高了我们保护区的关注度，让更多的人加入对这个雨林和野生动物的保护当中，我觉得终归是一件好事。你的热爱正在热播。